生死簿是地府安身立命的东西，真正能对它做出修改的人只有地府的领导。但是西游中的生死簿被多个人更改过，悟空竟是里面地位最低的人。第一人孙悟空。孙悟空更改生死簿，三界皆知。阎王在猴哥走后，带着地藏王菩萨词条为他们撰写的状纸找玉帝告状。悟空改生死簿的主要对象是猴类。悟空从菩提祖师身上学到大品天仙诀，练成长生不老之术。但是花果山的猴子没有自保的能力，所以猴哥被勾死人带到地府后，专程划掉猴子们的生死簿。但是悟空划掉生死簿是无用功，花果山的猴子们最后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梅山六兄弟一把火，还有猎户们的残忍对待，接二连三地夺走花果山猴子的性命。从中也能得知悟空没有更改生死簿的能力。第二人判官李世民。劝阻魏征无果，泾河龙王的头颅还是被砍下。之后泾河龙王日日提着脑袋到李世民的梦中吓唬他。终于有一日，龙王到阎罗殿里告状，十殿阎王命令牛头马面从阳间带回老李，要求龙王和他对峙。老李临走前，魏征担心领导葬送于阎罗殿，奋笔疾书给地府的崔判官词条写了一封信，央求判官看在他们同事一场的份上帮李世民一把。崔判官言出必行，私下为李世民添了20年寿命。判官书写后，阎王们也承认，说明老崔能更改生死簿。第三人南斗星君。泾河龙王被斩杀后，阎王揭晓老龙王被杀的秘密。自那龙未生之前，南斗星死簿上已注定该遭杀于人曹之手，我等早已知之。原来泾河龙王还未出世，便被南斗星君书写了命运，龙王命中该有一劫。俗话说，南斗助生，北斗助死。天庭中南斗六司和北斗7元，他们掌管着神仙的生死轮回，所以南斗星君手中也有生死簿，上面记载着神仙的寿命。第四人地藏王菩萨。唐僧在取经路上差点被官差误认为杀人凶手，寇员外词条尽心招待师徒4人，他们刚走寇员外便遭遇不测，老唐有嘴说不清，被官差下了大狱。猴哥为了搭救师傅，跑到地府找阎王索要寇员外的魂魄，但是阎王告诉他，老寇的魂魄早被地藏王菩萨带走。猴哥找到地藏王菩萨，菩萨告诉猴哥，原本他想要寇员外当手下，既然悟空更需要老寇，菩萨愿意放寇员外离开。不过寇员外行善积德，所以又为寇员外添了一记寿命。以上4人都改过生死簿，而真正能令生死簿生效的只有地府工作人员。倘若生死簿谁都能改，地府不知道要防多少偷窃生死簿的盗贼，三界焉能安生？孙悟空因为缴了王母娘娘的蟠桃会，偷吃了太上老君炼的金丹，怕被责罚，偷偷跑回了花果山。玉帝很生气，派10万天兵天将前去捉拿。神仙们也很生气，对他们而言，能参加蟠桃会不光是荣誉，还很有实际意义。按书中说法，3000年一熟的蟠桃树，人吃了成仙了道，体健身轻；6000年一熟的，人吃了霞举飞升，长生不老；9000年一熟的，人吃了与天地齐寿，日月同庚。所以吃不吃蟠桃对神仙们很重要。问题来了，神仙不都是长生不老吗？还用得着靠吃仙桃来续命吗？神仙也会死，修炼成神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第32回，银角大王在听金角大王说吃了唐僧肉可以延寿长生之后说，若是吃了他肉就可以延寿长生，我们打什么坐，立什么功，练什么龙与虎，配什么雌与雄。可见有头有脸的神仙可以通过吃蟠桃炼金丹延年益寿，大多数基层小神仙只能靠自己辛苦修炼了。他们之所以要勤于修炼，是因为恐惧死亡。神仙并不是不死，而是活得比较长。天地每129600年毁灭一次，绝大部分神仙都会在这样的毁灭中死亡。三界之主的玉帝多大岁数呢？按如来的说法，这样的毁灭他经历了1750次。即便如此，
玉帝仍然对长生孜孜以求，被孙悟空偷吃的九转金丹，就是太上老君专门给玉帝炼制的。这样就不难理解众神仙们在蟠桃会被破坏之后有多失落，同样不难理解众多妖怪为何都对吃唐僧肉那么执念。除了自然死亡的威胁，神仙们还要面临处罚带来的性命之忧。猪八戒和沙和尚所受惩罚则是生不如死。沙和尚本是卷帘大将，只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个玻璃盏，就被打了800，贬下界来，每7日还用飞剑穿其胸胁100余下。猪八戒原是天河里天蓬元帅，因酒醉戏弄嫦娥，玉帝把他打了2000锤，贬下尘凡，投在母猪胎里。所以神仙的生与死，除了自己修炼，还要提防飞来横祸。那么神仙们可不可以找阎罗王去改生死簿呢？答案是不可以。冥府的管辖范围，按照道教说法，世界分为天、地、人3界。天界就是玉帝与众神仙生活的世界，地界则是鬼怪所居的幽冥界，人界就是人类生活的世界。《西游记》中，作为天上、人间、地下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冥界在取经故事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，一共出现过5次。第3回，孙悟空大闹冥界，改了猴类的生死簿，一路棒打出幽冥界。第10回，李世民被带到地府逛了一圈。第11回，刘全为了救妻子李翠莲，甘愿服毒而死，代太宗进献瓜果给10代阎王。结果阎王查看生死簿，发现夫妻2人阳寿都还没到，最后就都还魂人世了。第58回，为难以分辨2个孙悟空的真假，请冥府的谛听帮忙。第97回，为了帮着冤死的大善人寇员外还魂，孙悟空跑了趟地府。其中以第10回对冥界描述最为详细。在这个故事中，唐太宗因为被那个泾河龙王告状，冥界秦广王就差人勾太宗入地府对质。李世民进入幽冥界后，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李渊，还有兄弟李建成、李元吉等，最后靠崔判官私自改了生死簿，给太宗加了20年阳寿，才得以还魂。可以看出，除了请谛听帮忙那次，其余4次进地府的均是地面上的人类或动物。孙悟空被请进地府那次，拿到生死簿，在魂字1350号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，上面标明他的寿命是342岁。孙悟空不满意，认为自己不归冥界管，改了生死簿。冥司秦广王就到玉帝那告了他一状。玉帝询问手下，这家伙是哪来的？千里眼顺风耳道，这猴乃300年前天产石猴，当时不以为然，不知这几年在何方修炼成仙，降龙伏虎，强消死疾也。所以并不是冥界使者弄错了，那天其实就是孙悟空的寿终之日。不过此时的孙悟空已经不是刚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，他从菩提老祖那里学的真功夫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已经不在3界外，跳出5行中了，所以他能逆天改命。通过这几件事可以看出，冥府除了管地下世界，只能管人界，管不到天上神仙。这个事秦广王给玉帝告状的奏表里就说得很明白，幽冥境界乃地之阴司。从另一个细节上看，秦广王是根据地藏王菩萨的指示启奏玉帝的，所以地藏王菩萨才是地府中级别最高的。地藏王菩萨属佛界，应该归西天如来管辖，而天庭里的神仙则是以道家为主，双方从派系上不存在隶属关系，冥界的手自然伸不到天上去。玉帝虽是3界首领，但冥界的实质管辖权却是佛界，所以玉帝一般也不干涉冥界的事情。但是冥界管不了天上的神仙，却能管地上的妖怪。妖怪能改生死簿吗？《西游记》中有名有姓的妖怪有90多个，按来源可分为2大类。第一类是来自神佛界，这些妖怪中有的是受观音委派，下界故意给唐僧师徒设卡，如平顶山莲花洞的金角、银角大王，本来是太上老君看炉子的2个童子，是观音找太上老君借来，
考验唐僧师徒取经的决心；有的是动了凡心，出于各种目的私自下凡。如黑松林丸子山波月洞的黄袍怪，原是28星宿之魁星奎木狼，因为与披香殿的玉女私通而下界。与其他下凡妖怪以唐僧肉为目标不同的是，黄袍怪并不在乎吃唐僧肉，而只想单纯的享受人间生活。有的则是犯了错误，怕被责罚，如800里黄风岭黄风洞里的黄风怪，本是灵山脚下的黄毛雕鼠，因为偷了玻璃盏内的灯油，畏罪潜逃。第二类是自然生长而成，《西游记》里阐明，上圣三界中，凡有9窍者，皆可修仙。所以唐僧一路所遇妖怪中，除了与神佛有关的，也有不少是自己修炼而成的。比如黑风山黑风洞的黑风怪，是个熊皮修炼成精；白骨精本是一堆粉骷髅；车迟国的虎力大仙、鹿力大仙、羊力大仙，分别是黄毛虎、白毛角鹿和羚羊成精；西凉国琵琶洞里的琵琶精，则是蝎子成精。他的杀手锏、倒马毒、连如来、观音都束手无策。两类妖怪中，天上下凡的与其他神仙一样，冥界同样管不着。不过，佛界里下来的妖怪，却在冥界管辖范围之内。第20回，吴承恩在描写黄风怪与行者打斗的场景时，有一句话戳着的魂归冥府，打着的定见阎王就是对此的暗示。只不过，这类妖怪最后都由佛界出面给收编了。最惨的是那些自行修炼的妖怪，绝大部分只有死亡的结局。白骨精的下场就不用说了，琵琶精虽然让如来、观音菩萨都无奈何，但菩萨请来了卯日星官，大公鸡叫了2声，琵琶精立马瘫软在地，被猪八戒一顿钉耙，打为肉泥。虎力大仙、鹿力大仙、羊力大仙与孙悟空斗法术，结果在砍头、剖腹、下油锅3个环节中相继丧命。这类妖怪的丧命，实际上在孙悟空大闹冥界那个章节里就有暗示。悟空执着如意棒，径登森罗殿上，正中间南面坐上。十王即命掌案的判官取出文部来查，那判官不敢怠慢，便到司房里捧出5、6部文书，并10类簿子，逐一查看。裸虫、毛虫、羽虫、昆虫、灵界之属，俱无他名。又看到猴鼠之类，原来这猴似人相，不入人名；似裸虫，不居国界；似走兽，不服麒麟管；似飞禽，不受凤凰辖。意思是，地上飞禽走兽的生死，都在冥界的生死簿上有明确记载。换句话，他们的死都是命中注定的。就像书中说的那样，天有神而地有鬼，阴阳转轮，禽有生而兽有死，反复雌雄，生生化化，孕女成男，此自然之术，不能易也。如有可能，这些妖怪当然想像孙悟空那样给自己改命，但他们充其量算地上的散仙，不在神佛两界的体系内，要想进出地府，难于登天，更别说修改生死簿这样的大事。而且无论是佛界下来的妖怪，还是自然生长的妖怪，都还没能做到像孙行者那样跳出3界外，不在5行中，所以也没有能力去修改生死簿。哪些人能改生死簿？神仙不用改，妖怪改不了，那么冥界的生死簿哪些人可以掌控的呢？从地府结构看，地藏王菩萨处于最顶端，往下是秦广王、楚江王、宋帝王、阎罗王等10代冥王，再往下就是判官、牛头马面、黑白无常等。西游记中明确交代有改生死簿行为的，除了孙悟空，还有2次。一次是崔判官改李世民的寿命。第10回，唐太宗被带入地府后，10代阎王对他都很客气，让掌管生死簿的崔判官去取生死簿，看看李世民的阳寿究竟是多少。书中写道，崔判官急转司房，将天下万国国王天禄总部先逐一检阅，只见南赡部洲大唐太宗皇帝注定贞观13年。崔判官吃了一惊，即取浓墨大笔，将一字上添了2画，却将簿子呈上。这说明李世民本就该在贞观13年驾崩，是这位崔判官帮他加了20年寿命。
另外，这件事也从侧面说明，作为直接掌管生死簿的办事员，崔判官权力是很大的。作为崔判官的直接上司，阎王应该是知道其改了生死簿的。崔判官在帮李世民添加阳寿之后，是立即将生死簿呈上。可以想象，墨迹尚未干透，阎王没有理由看不出来，所以阎王惊问：陛下登基多少年了？一个惊字，将阎王包庇下属，同时又不想得罪唐王的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另一次是孙悟空帮一个意外死亡的寇员外讨人情，寇员外被强盗意外踢死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直接到了幽冥地界，先找的10代冥王。冥王们表示，寇是善人，并没有鬼使去勾他，是他自己来的，正好碰上了地藏王菩萨的金衣童子，被直接带到地藏王菩萨那去了。行者又来找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立即做了个顺水人情，表示再延长寇员外12年的寿命。虽然没有明示，但10代冥王应该也是有权利改生死簿的。看来在西游的世界里，逆天改命终究是个别事件，得道或者成佛终究要靠修炼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